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那因为快过年了，我相信大家都会想要帮家人剪头发。那今天呢，我就找我朋友简单的分享几个技巧，教大家如何帮男生剪头发。那我们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就订阅这频道。我们现在影片准备开始 ，Let's go。好，那我们今天的模特就是他了。大家在我频道应该蛮常看到他出现的啦。你看一下他的头发啊，他头发有一个缺点，男生都会有，就是这个。有看到吗？这 M 型头。那我们今天就是教大家这种 M 型头该怎么做修剪。那一样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完成。那我们直接进入教学吧。那在剪头发之前，我们要先围上我们的剪发围巾。那剪发围巾在围的时候啊，大家注意就是不要用得太紧，这样的话勒得蛮不舒服的。你一定要围在脖子这一块，它比较不会让头发掉下来。那如果你有剪发垫的话，效果就会更好。那我们今天会用到的工具呢，就是剪刀、打薄剪还有电推，3个工具就可以完成了。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哦。一般来说啊，两边比较明显的这一块看起来都会比较稀疏，所以啊，这边的厚度的调整是最重要的。再来一个部分呢，就是两侧，大家可以看到嘛，它头发非常的容易蓬。那这边呢，我会做一个最简单的连接教学，教大家怎么去剪，它才不会很厚一块，或者是它才不会凸起来。所以呢，我们先把头发先喷湿。喷湿完，我们再做分区，再来做剪发。那分区的话，侧边往前梳，梳完之后呢，我们拿这种月牙夹稍微夹起来。那一般你在夹的这个位置啊，你不知道该怎么夹的同学，你可以用手先摸一下，按压一下，感受一下它最凸的位置，就是它的头角。那你找到头角之后，你再去把它夹起来，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电推使用的公分套啊，我使用的是 4.5mm 跟 1.5mm， 我在两边做比较利落的一个渐层的效果。那平常在家如果没有这种公分套的话，你可以用3跟6去做修饰，先用 6mm 的修过，再换3。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啊，从轮廓这里先把它推掉，第一刀啊可以从这里开始。然后再慢慢往后带。好，那我们先从鬓角这里往上修。那在修的时候啊，记得由下往上带到顶部，我们夹起来这一块，然后往上这样带起来，有一点外弧度的那种效果。然后侧面给大家看，到这边进去，然后往上这样带起来。好，大家有发现哦，我现在剪的时候啊，它并不是完全平的哦，我是剪一个斜度，一个下斜角，它从太阳穴然后斜下来到后面。那今天的剪法呢，从前面剪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设计出这里一个斜线去修饰它后脑勺，因为它这一块太蓬了，它这个头角太蓬的情况下，如果你在这里直接推一个平行线，它一定会翘起来。所以啊，遇到这一种，我们可以往下修一个弧度，然后到后面这一块。直接连接起来，连接到我们前面做的这里，然后你会看到我在推的时候是由后面往中间耳朵上方的这个位置去做推。那推完了，我们这里找到我们后枕骨，直接推上来。好，那这样第一层就完成了。完成之后呢，我们拿掉公分套，用梳子去做连接的效果。梳子拿斜的，然后这样分起来，把多余的长度做去除。梳起来，看到这多余的长度对不对？我们直接把它去除掉。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请模特头稍微低一些，把它的颈背露出一条垂直线。那这样再去做一个修剪，它的利落度就会比较好了。然后大家有看到我在修剪的时候啊，连接，但是头角这一块呢，看一下。它还是翘的哦，这边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用剪刀去把它去掉，就是所谓的去角。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两侧区的连接都做完了，我们再换上短一点的公分套。这个时候呢，我们换出 1.5的，就是短一点的公分套，然后把下摆这里的一半再修一次。然后一样在这里
往上带的时候有一点弧度往上推的效果，并不是直接这样，并不是直接推上去，我是这样带起来，这样带起来的这种感觉。耳朵后面这边用边角哦，用电剪的尾段的这一个部分去做修饰。这个啊是一个小技巧，所以大家在修剪的时候，这个部分可以多看几次，因为这边算是蛮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它不会推到太高，它就是把这一段下摆1/2处这里做修顺而已，让它更利落一点。然后慢慢的往上带，让它这一个颜色啊深浅度落差出来。它这款发型剪完就会非常的利落了。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从下摆到上面这边，你会看到它的颜色变得比较浅到深。但是它不会有一条很明显的杠痕的那种效果，不会一块很明显的杠痕。好，那我们现在两边都修完了，我再讲解一次。我们一开始先用比较长的公分套，先修一个下弧度，往下的弧度。这种的话是针对头角比较容易翘的。如果你的头发它是容易这样飞起来的，你就可以用我今天这个步骤这样去修。修完之后做连接，连接完成，我们再换比较短的公分套去做下摆的修饰，这样两边就完成了。那等一下头角跟上面我再教大家怎么做修剪。那我先来把另外一边修饰完成给大家看。好，那我们现在两边啊的长度都修剪完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颜色呢，为什么要用2个公分套去做修饰？单纯用一个不行吗？你如果单纯只用一个的话，它就是正常一般的修剪。但是如果你想要做出一点变化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用2个公分套。这2个公分套呢，你可以用9跟6、6跟3，或者是像我今天用的是4.5跟1.5。4.5跟1.5是我在剪头发最常用的长度，是因为我喜欢这种利落的感觉，但是它又不会推到太白。因为亚洲人啊，如果你把后面整个剃到很光，其实头型是没有那么好看的。因为我们亚洲人不像外国人，那头型很漂亮，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点长度去做头型的修饰。所以我最建议大家可以用6跟3去做组合，或者像我今天用的4.5、1.5，这样也可以剪出这种很利落的效果。那接下来呢，我就教大家如何用剪刀在这个头角处做连接。连接完成之后呢，我就来教大家怎么修刘海。那我们先拿出我们的剪刀。好，那我们先看到2侧头角的位置哦，你这样把头发顺顺的梳下来，你会看到这边有一坨很厚重的头发，对不对？包含它后面这里很容易翘的。那这一块啊，我们直接用剪刀梳子直立分线这样梳上来，看到这边多余的角度，我们直接把它做去除，像这样把它去除掉，然后慢慢的往前带过去，一样这个角度哦，提拉起来，这边多余的长度直接去除，去除掉，然后慢慢的往上带，这样带上来。好，那出来这个效果啊，你会发现哦，它两边就会顺的这样进去了，有没有发现？它头发就不容易翘起来，它侧面就是这样顺进去的。我们来看另外一边，你看到这边是整个翘出来的，那这个位置怎么做修饰呢？如果你是平的，直接把它剪掉，它只是会往上翘。那怎么剪完像我这样是往前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发流，顺着发流去修，非常的重要。所以来，我们转过来这边，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顺的梳下来，顺的哦，这边一定要顺着发流去梳。那我们从后面开始做修剪，请它头低一点，来看到这里翘出来的位置，对不对？平行梳上来，把多余的长度去除。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用手去夹头发，直接用梳子就可以了。这样平的梳上来，看到这多余的长度，把它去除掉，然后再转。到这边了，对不对？头发有一点往外，有一点往前，我们勾起来，把这边头发顺的剪掉，然后再往前带，勾起来修掉。好，你只要完成这个动作，你就会发现它头发就会顺着发流
头型去走，这样的修饰度啊，可以看一下，它就会比较圆润一点了。比较不会翘起来了，那这样两边的修剪就完成了。好，那我们现在两边跟头角都修完了，那我上面的长度并没有把它剪太短，所以啊，我们接下来修的就是刘海。那刘海的修饰很重要，如果让它额头看起来是比较立体、比较蓬的，那我们先做分线。好，那分线的话，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额头的高度哦。你像这边啊，额头是比较高的，对不对？先把它顶部区这一块，把它先分起来。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分起来。好，把前额区都分出来之后，我们在前额这里先做一个基础的长度修剪。你可以看到前额的厚度，像它发尾这边比较虚，我们就可以把比较虚的位置修掉。有看到吗？顺着这样修过去，另外一边也是一样，顺着修过来。那因为它头发是往这边跑的，所以我帮它剪一个简单的侧旁分，就顺着这样修过去，先做平剪就好了。这边不需要做任何技巧，简单的往前梳。完成第一层之后呢，我们再来把头发梳顺，再分第二层，一样放下来。你会看到哦，这边比较薄、比较虚的，就是刚刚的长度，再连接一次。再连接一次，我们慢慢的这样增加它额头的厚度。你看一下，它前端的刘海两侧是变得比较厚的，不会那么虚了。所以像这样维持度效果就会很好。上面这里呢，我们只要再剪一点层次就可以了。好，那前面修完之后啊，我们要剪上面的层次，我们请模特做到侧面，你要站在它的侧面哦。那从后面这里拉起来，梳到顶部，你可以看到比较长的头发直接做修剪。做连接后面这一块，好，然后再来往前带，梳到上面中间的位置，把这一块多余的长度，这里比较短，这里比较长，直接做连接，然后再往前梳起来，这里有一个凸角，把它修剪掉。好，中间的引导线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站到模特儿的后面，然后两侧往上。往侧上面提拉起来，把多余的长度做去角的动作。顶部区而已哦，我只是修顶部，前面我就不做了，因为前面如果你再往前剪的话，它这一块的厚度就被你剪掉。所以我们顶部区这里只要剪1层至2层，不要影响到前面这一块的厚度，然后往上提拉，做修饰，两侧修完。好，那这样整个发型到这里就剪完了。修剪完之后呢，我们再把细节做一点修饰。那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拿出那种小电剪，反的拿，那把这些小细毛都修掉，把它这种轮廓线啊做得再立体一点点。可以看到啊，它下面都有这种小细毛，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它修出来。其实这种小细毛对男生的利落感啊，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如果想要让它的细节更好，一定要再用小电推加强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头发剪完了，大家有学到了以上3个技巧了吗？我再重复讲一下今天整个的剪法重点。我们第一个步骤呢，做两侧的修剪，那两侧跟后面我们用的是2个公分套的尺寸去做。那我今天用的是 4.5 跟 1.5， 然后顺序呢就是先用 4.5 修过，然后再做连接，然后再用 1.5 把下面这里稍微做一点调整。完成之后呢，拿出剪刀把两侧的头角这边做修饰，这样它吹干啊就可以让往前跑的效果。然后刘海的位置，它两侧的厚度增加，就是做我们2层的分区，慢慢的去增加它的厚度。最后呢，就是把顶部区的蓬度做一点修剪，这样整个造型就完成了。好了，我们今天教学拍摄到这边结束了。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一一回复给大家。如果没办法回复的，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记得按一个喜欢。如果大家喜欢很多，我再出类似的教学跟大家做分享哦。那最后记得订阅 IGFB。那我们今天教学到这边结束，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